Hello Hello，哎，各位同学，自从我来了这里已经是十几天了，我来了巴塞罗那以后啊，这一次就是说确实是非常辛苦，终于把这个房子基本上该买的东西都买齐了。你不要看就是说好像是就是说在房子里面配齐一些东西啊，在欧洲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说你想象的，就是说淘宝里面，比如说像淘宝一样买一些这个东西，买一些那个东西，然后就搞定了，或者就是说，我买个电冰箱，我在京东里面买个电冰箱，买个洗衣机，到时候人家来一装就搞定了。在欧洲并不是这样啊，所以我来今天呢，我就是想说一下啊，就是你欧洲买家具啊，具体会碰到一些什么问题，然后呢。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嘛，我就是跟大家展示一下，这次买家具买了多少东西，用了多少钱。当然，这些只是一个初步的东西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家具啊，要主人家自己来买了。如果你在西班牙或者你在欧洲啊，我们不说西班牙，不单是在西班牙，你在欧洲，你比如说你买一个房子，你在配家具的时候。永远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交货时间。这个交货时间呢，欧洲人他这个交货时间相当长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尽力在寻找一些就是说品质比较好的东西，然后交货时间比较短。那么就是说，因为它这个交货时间太长了，并不是说你比如说1个礼拜在交货，这个我们都能接受。但是问题是，它有一些是2个月、3个月，甚至4个月它才能交货。所以呢，就是说你，寻找家具的时候啊，就很多东西你看着就很漂亮，非常漂亮，我觉得非常合适我家，我想把它买回来。但是呢，就是说，确实它这个交货期啊是非常长的，有一些是比如说意大利的货，有一些是英国的货，而且不单是意大利运过来，意大利还有生产好了以后，再把它运到，就比如说西班牙或者运到法国。这个时间相当长的，所以说你买的东西啊，确实都是非常难以，就是说选购到你所中意的东西，然后你要很快的就把这个货给你送到家里面来。这次来我就碰到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所看中的买不到要么就是说要2个月、3个月，要么就是特别贵，比如说像上一次那个写字台啊。我们所看中的那个写字台，我觉得特别漂亮，是木头的那个写字台，结果买不到，然后价格是1600，而且它还不一定有货，所以那你就变得很被动了就是所以这一次就是说我这次买了这么多些东西以后啊，就是得出的结论，小东西可以慢慢买，大东西一定要之前先定好，不然的话是没有货的，在欧洲生产力是不足的。买的人又特别多，大家比如说家里面很多人想添置1件2件家具，你去买要定就2个月，最少2个月。在巴塞罗那是2个月，在法国可能你要定好的东西时间还要久，所以就是这个情况了。现在我就给大家看一下我基本上买到现在大部分买了一些什么东西给大家看啊。先就从这客厅讲起吧。这个灯你们应该是上2集看到过的，就是那个法国店里面买来的，100多块钱，非常的合算。我买好了以后啊，有一个女人，不是法国女人，一个西班牙女人跑过来跟我说：“你买这件东西特别合算，我也想要，但是我已经抢走了所以这个是唯一的一件现货。还有这个茶几啊，我给你们看。还有这个茶几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我把它给买下来了就是在看的同时我就买下来了那么这个是2件现货基本上没有什么现货。然后这个 Natuzzi 的沙发这个是意大利的一个名牌 Natuzzi 的沙发，
然后这个沙发呢，哎呀，我的天呐，这个沙发我是跑到他们专卖店就去问的，我说你有什么货？你有什么货我就要什么货，对吧？这个是可以靠头的，非常是舒服的这个沙发，啊，所以当时我就是去，这块布啊，这是遮在这里防灰的，当时我就是这样去问的。如果你有什么货，我就要什么货。所有的东西，所有的 Natuzzi 的这个沙发，只有两个是有现货的，而且是展示的时候，他老板同意拿出来卖的，所以呢，就是说没有现货他一个店啊，大概有几百个平方只有2个沙发是有现货，其他的都是展示用的，都是非卖品。所以这个东西在欧洲买家具真的很困难，我觉得接下来介绍的就是这个西班牙的一个名牌了，我不知道这个牌子叫什么牌子你们看的这个标志，你们应该可以告诉我，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牌子。你看到上面这个印痕没有？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品牌这一套东西也是非常贵的至于什么价格我就不说了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没有现货的。当时他来的时候就是很难得，我商量了很久，他才同意给我，就说就是过10天左右才能给我送货包括这个藤椅很难就是拿到货的。那我送的这一套东西是给这个我朋友这个乔先新居的。这幅画嘛，我顺便也拍一拍吧。这个是一个19世纪的作品它是大理石的，这个是大理石镶嵌的，做得非常非常棒这里有青金石，看见没有？绿松石，还有贝母还有 Carrara 大理石，各种各样石头镶嵌在一起的。这个19世纪这个东西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一件东西本来是我收藏的嘛，我看他要搬家了嘛，那我就帮他，我就把这一件东西我就送给他算了。这件东西这个框是我重新配的，原先是没框的，现在有了这个框以后呢，就更美了。原先就是一块大理石，这个是大理石，那个时候它也是有个框的，不过估计原框是烂掉了。这个东西，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拍卖行来的这件东西好像是一个拍卖行来的，非常非常少见的，因为它是各种各样的。这种小的一片片是贝母，外面一层是金边的大理石，里面是 Carrara 大理石，然后人的这个头发是另外一种石材，这个帽檐是绿松石，看见没有？然后呢，它这里是青金石，这个是黑色的，好像是什么云纹石，也不知道叫什么石，我叫不出来反正这是各种各样的好的一种石材把它就是镶嵌成了这么一幅画。所以说呢，这个工时是不得了，做这幅画的工时其实我算就是很不得了了。所以这个时候我是很喜欢这个东西，我就把它拿下来了，我自己买下来了那么说到电器在这个家里面，这个冰箱其实是最难买的因为它的尺寸要求相当高，所以在装修的时候竟然他们没有配冰箱，你知道吗？只有到了装修完了，我再来量了这个尺寸哇靠，这个尺寸真的是，这个冰箱是59.5，它留下来的尺寸是59.7，也不知道59.8，所以是严丝合缝，很不容易才把它塞进去的。当时主人家是不太喜欢三星的说实话不太喜欢那个韩国品牌的。他是想要日本品牌的，但是我们没有的选择，因为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尺寸都是一种标准尺寸，只有三星有所以呢，这个冰箱当时买来的时候，为了这个尺寸，你知道我在那个 Media Mart 里面买的，有多不容易，你知道吗？寻找这尺寸就难得不得了，而且高度、宽度都是要这个跟这个是相符的嘛，所以非常非常难这次你看我买的东西很多我跟你们介绍介绍。
好，接下来就是烘干机这个才是困难的地方。当时这个，你看我们还买了个米勒的洗衣机，对吧？米勒的洗衣机真的是要命。原来我没有买那么好的，你知道吗？结果呢，这个没货，那个没货，没办法，只能买一个米勒的。那么这个当时这个烘干机呢，它这个Beko 这个烘干机是有货的，而且这个比较便宜，我就在考虑，因为烘干机这个东西不太容易坏的，就是没有洗衣机那么容易坏，所以呢，烘干机买的没有那么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这次特别是我朋友介绍这个吸尘器，我觉得这个真的要值得好好介绍。这一款米勒的吸尘器我真的要好好介绍这款吸尘器。我真的是觉得没有想到这款米勒的这个做工也好，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做工这个质量是比这个戴森还要好，我觉得它的这个细节程度，都是德国人的东西这款米勒是叫做没有袋子的，它是不用吸尘袋的，它是直接就是这个灰直接可以装在背后的，而且它这功能很强大。后面你看屁股后面可以插头的，你看它这个吸尘器上面所需要的头它都插在屁股后面，就你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功能强大。这个东西我是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的，我觉得真的很值得推荐的。这个东西，而且它好在哪里，你知道吗？它吸尘的时候，我们的吸尘器不是电一插上去，一下子就马上就启动了吗？它并不是这样，它里面电路是设计过的，你一摁这个启动开关，它并不是马上一下子就是转得飞快了，对吧？它是慢慢启动，一下子就启动起来了，对吧？然后这个感觉就是说很丝滑，就跟德国的车一样的了。没有想到吸尘器这个东西德国这个米勒没想到做的那么好。大是很大的大是很大的，但是真的值得，我觉得这个吸尘器我是觉得推荐的，我自己家里面我要去买一个。因为值得比这个戴森还要值得，那个吸力大的不得了，吸力大，东西也吸得干净，而且就是说，它这个声音还轻反正就是说各种好处。我现在用了一段时间了，我用了大概几天了嘛，我觉得真的好处多多这个牌子确实是电器中的王者包括它这个洗衣机也是的，声音轻，抖的也不是很厉害。对吧？真的是这个德国米勒真的电器中的王者，当然它的价格也是最贵的我就是这种电器中的奔驰，我跟你说，确实好其实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好介绍的，就是无非这个写字台如果在巴塞罗那，我发现要买这种木头写字台非常难，就是说你要买好的那个材质就是比如说是纯木的，这个是白橡木的吧。白橡木的，它整一个写字台都是木头的嘛，这个反而是很难买得到，因为这个我搞不懂现在就是说很多的，就是说弄个铁的管子熬一熬，就做成写字台的脚反而那种倒是满大街都有因为可能工艺上面就更加简单一些但是这种写字台纯木的，然后它这个摸上去很丝滑的感觉很舒服的这种写字台反而是欧洲是一台难订，我真的觉得一台难订，找了很多地方。我跟你说，写字台，我们当初这写字台找了很多地方就找不到，真的是找不到找到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我真的是后来看中了一个就赶紧买了这个床呢是宜家的。因为宜家的床首先一个是便宜，还有一个呢，宜家的床其实是不错的它下面的弹簧，然后弹簧上面加海绵嘛，它是一种就是说它可以做到很软，也可以有很硬，它有好多个床垫，价格不贵，但是东西呢是一点都不比别人差的不比那些专业的那个床垫差的。床垫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它的
它的水分是相当多的，所以我买床垫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就是说我去买一张1000块钱的1000欧元的一个床垫，跟我现在买的，比如说是200-300块钱的一个床垫，其实差别已经不是特别大的，除非你有特殊要求啊，你有特殊的那种要求，那个是另说了啊。最后一个呢，就是选了这个胡桃木的凳子啊，这个胡桃木呢，就是很重的了，就是说它这个分量啊什么的都很重的。然后这个凳子呢，就是放在这里换鞋用的啊，换鞋用的。那么这个东西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花样，但是它很厚重啊，整个木头很厚重，价格也是不便宜。但我发现啊，就是说纯实木的东西在欧洲啊，价格都不便宜啊。当然还有一间房间，也是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床啊。我就不细拍了啊，就是还选了这么一个台灯啦，这个台灯还是便宜的啊。我还买了一个椅子啊，因为有时候我在厨房里面煮菜的时候啊，可以坐一下啊。这个椅子呢就要有多种用途了，因为有时候我要拿着爬上爬下挂窗帘啊什么的，这个椅子其实是很有用的啊。就是说你在这里煮东西啊，烤东西啊，你如果没有一个椅子呢，其实是很累的。那么我买一个椅子坐在这里，就是一个人享受生活啊。这个椅子，其实我觉得这椅子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接下来就是再买了一个子弹头的这个咖啡机啊。那这一次呢，就是说买了一些基本用品，包括里面还有一张床啊。我就不拍了，主人房里面还有一张床，我就不拍了。还有一个呢，就是窗帘，窗帘是最大的问题，因为这次来的时候，这个窗竟然没有窗帘，那么重新买了窗帘，我把它装上了。那么这个窗帘呢，在欧洲其实是很麻烦的，你等于说你要买一块布，然后要叫人家单独定做的这个窗帘。那么所以就是说，当初我就想了这个方法，如果你定做呢，又要搞掉1个月，你知道吗？所以呢，现在没办法，我这去宜家买了2块窗帘，尺寸是不对的，但是我去找了个裁缝把它缝起来，定起来，那么这个窗帘呢就，对吧？那就一下子就能够使用了啊。在欧洲做事情啊，很多时候你都要自己突发奇想，对吧？很多时候就是说你必须要搞定这些事情，要搞定呢，其实是有难度的。在欧洲这个地方啊，哎呀，是没有办法的。很多时候被迫要把这些破事情给搞定。那么现在我们还缺了一些东西，就是说一个电视机柜啊什么的，那我就等主人家自己来配了，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来配了。因为这个是我给他配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也商量了一些，就是说他的这个审美啊，跟我的审美也是不一样，每个人的审美观点啊，不可能是完全一样的。我呢喜欢一些，就是说，首先老东西我不排斥啊，我挺喜欢老东西的。当然了，如果是我装修的话呢，我一定会要，怎么说呢？就是用的东西一定是要非常现代，就是很好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洗衣机啊、电冰箱啊，这些一定要很好的东西。装饰的东西以老东西为主。啊，床呢一定是新的，因为没有人会就是说睡一个别人睡过的床吧？你说是吧？床一定是新的。那么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装饰的一个小茶几啊、一幅画啊这些。一定我要选一些老东西，你看这种老东西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这个镜框，包括它这个深层的这个颜色啊，都是一种非常非常那种经典的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是一种非常经典的一种色韵啊，我很难形容，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自带气场的啦。老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像画啊、装饰品啊，对吧？一些老的那个茶几啊什么的，对吧？有一种感觉在里面，而新的东西呢没有
这一次给我感触是特别深的，就是那些沙发那些凳子，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个凳子170块钱啊，不270块钱欧元一个凳子啊，这个凳子就像沙发一样的，对吧？可以比如说坐在这个窗边啊，你坐在窗边享受阳光，你就是要有一个座位很舒服的这种啊。然后我去一看，就是觉得样子都很漂亮，材质看上去都很好，但是我忽然发现，所有的材质下面全是订书机钉的，就是用这种订书机的钉子啊，把它钉出来的啊，所以我一看这东西，我就觉得是一个垃圾货色，说白了啊，就是个垃圾货色。因为这个订书机钉的没有到1年啊，这个订书机这个钉子全跑出来了，啊，你懂我意思吗？那材料也一定不会好，里面这个木框也一定是个烂架子，所以呢，它做成这个样子呢，你就从一个细节你就找出来很多啊。不好意思啊，我也卖家具嘛，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很熟悉。你看一个细节，你就知道这东西绝对不能要，因为你买回家了以后，其实它这个面料啊，就是说它做的上面这个面料也是很差的，对吧？然后那个凳子啊什么的东西，就是说下面的这个面料里面的那个架子啊也是很差的，外面看上去非常漂亮，里面是一塌糊涂的，所以这种东西绝对不能要啊！而且这种东西呢，还经常出现在一个很好的那种商店里面，你那个商店看上去好像是很高级的，对吧？但是这东西是个垃圾东西，所以这一类东西一定要看仔细的，啊，对于家具来说啊，就是说，我觉得我看得上的，在这里都要1000欧元，真的是没办法。我看了好多个那个，那么，你看的这个木头啊什么的，都做的很实在的，很好的面料是非常好的面料，一看1000欧元。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凳子，一个家具，你想想看，多贵啊！所以我跟你说啊，真是很多东西啊，就是说质量跟质量之间就是相差很远。在欧洲呢，特别显得明显。在欧洲呢，你这个质量差的可能100欧元、200欧元，质量好的呢1000欧元、2000欧元的东西，这个是完全就是说它这个等级相差一级的，就是说它等级相差很多了，里面的做工啊、什么面料啊，都是可以选择的，都是最好的。那么你这个价格就是上去了，这个价格也就上去了。所以不是我说啊，你在巴塞罗那安置一个家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欧洲安置一个家，其实是要花很多钱的。你想你的生活水准不改变，然后呢，就是说你要生活的比如说在国内一样舒服，你也是要花不少钱在这里投入，买了房子，然后进行装修。装修可能是别人，你可以买先装修好的，然后你添置的家具，你添置的艺术品，对吧？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啊。我就这么一说啊，因为我这次来啊，就是做这个工作。确实有比较深刻的感受，是不便宜的东西呢。你要买好的东西呢，永远没有便宜货啊。今天呢就拍到这里啊，明天去这个帕尔马啊，明天我可能跟一个朋友啊，我到一个朋友那边去玩啊，所以呢，明天我去帕尔马，明天早上4点钟我就要出发了。谢谢大家的观看啊，请关注我下一集